大家好，这里是 IT Commander。本期节目呢，我想给大家介绍一下如何用 Home Assistant 来控制小米插座的开关。小米插座的 WiFi 基础版，如果用局域网控制的话，我们需要一个这样的芯片，这样的树莓派芯片，然后在里面装一个叫 Home Assistant 的软件。这个软件呢，可以通过网页来控制我这个插座小米插座基础版的开和关的状态。大家看这边，我打开 Home Assistant 这个芯片的网页，然后呢，页面上有开和关，这个开关的名字叫 Light， 我们可以在这个界面里增加很多个开关。我们试一下把它关上，大家看这个灯灭了，证明整个供电是断掉了。然后我们再按下开，这个灯就亮了。同时呢，它还可以实现苹果手机的 Siri 控制功能。那我给大家现在演示一下，现在这插座这边的灯是开着的。那我现在把 Siri 唤醒，让它把这个插座的电源断掉。Hey Siri， 帮我关闭 Light。大家看，大家看 Siri 帮我把这个插座关掉了。小米插座已经不再通电，那我们再用 Siri 把它打开一下试试看。Hey Siri， 帮我打开 Light。看，大家看，这个小米插座的电源又重新通电了。如果你这个上面接的是个灯的话呢，它就会变成一个声控灯。大家是不是觉得很有意思？而且我们只用了一个树莓派 0W 就实现了这个功能。这个芯片也是一个比较便宜的芯片，一个很便宜的解决方案，把你的家变成智能起来。那我现在就回到电脑，给大家演示一下如何在芯片上安装 Home Assistant 来控制小米插座。在这里提一下，我之前有一个视频是在树莓派上如何安装 Home Assistant， 大家可以看一下我之前的视频，如何安装 Home Assistant。在树莓派上，还有斐讯 N1 上，只要是这种 Linux 的系统，都是可以安装的 Home Assistant。如果大家刷了我之前我提供的斐讯 N1 的 ARM 版的固件的话，固件内置 Home Assistant 这个软件，大家就不用再次安装了。如果需要全新安装的话，大家看我前一个视频就可以了。好，我们现在回到电脑，我教大家如何配置小米插座到 Home Assistant，并用 Siri 来控制。好，我们现在回到电脑这边。首先呢，打开我视频下方的网页。我同样呢为这期教程编写了一篇文字版教程。打开网页之后呢，我们按照步骤操作就可以了。我们下面连接到我们的树莓派。我现在已经登录进来了，然后呢，这个树莓派已经成功的运行了 Home Assistant。大家看树莓派这边，如果我们用 PS-EFGREPHASS 能看到这一行，证明我们的 Home Assistant 就成功的运行了。我们试一下，网页界面也是可以打开的。好，那我们下面呢就开始安装小米插座基础版的一些工具和插件。首先我们复制第一行，这复制有点问题啊，那我们直接用命令敲好了。我们用第一行 sudo apt get install npm sudo get npm 然后我们这块选 Y， 它就会进行安装 npm。npm 呢是一个工具，我们后面呢下一步会用到 npm 去安装米 IO。在安装的时候呢，我们回到 Home Assistant 的网页注册一下，因为我这是新装的，给大家演示新装的版本。我们随便敲一个密码，我就用 Commander 作为用户名，然后创建一个用户。然后 Next 完成，保存信息。然后大家看这个界面是空的，
空的没关系，我们因为还没有配置，等这些全都配置完了，全都安装完了之后呢，我们这边页面就会出现你的小米插座。这个过程有点慢，稍微有点慢，我会把它快进过去。好了，现在 npm 安装完了，第一步执行完毕。我们回到第二步，第二步是用 npm 安装米 io。我们敲 sudo npm install -g 米 io 回车。这个过程呢也比较长时间，所以呢我后边也会把它快进过去。好了，现在米 io 安装完毕，我们看一下第三步是什么。第三步呢是用米 io 搜索你的插座，它会搜索到局域网里边所有的小米设备。让我们来试一下，米 io discover 回车，回车之后我们只需要等待。不好意思，敲错了。敲错了，它会出一个帮助，然后说告诉你里边有什么命令可以用。大家看我这个网络里呢，现在是有2个小米插座，我现在添加一个给大家看。我们用第2个插座作为例子，我们首先回到网页这边看第3步，第3步就是配置我们的 Home Assistant 了。我们把这一步复制下来。然后我们再复制一个绘画，连接到树莓派。我们敲 PS -EFGREPHASS。大家注意看前边这个用户，如果你是派用户呢，就按照我的教程操作就可以了。如果你前面这个位置的用户名并不是派，是 root 或者怎样的话，你要切换到 root 的后目录下。我现在就在派用户的后目录下。敲 cd 点 home assistant， 我们用 tab 补全。回车之后呢，我们就进到了一个隐藏路径，是 home assistant 配置文件的路径。我们 list 一下，看有一个文件叫 configuration 点 yaml， 这个文件很重要，这个文件是 home assistant 的核心配置文件。我们用 nano 命令 configuration 用 tab 补全。回车，我们把光标移到最下方。把刚才复制的命令粘贴进来，然后这里边要注意，因为我网站没有缩进，所以这边要把缩进补齐。第2行2个空格，第3行4个空格，第4行也是4个空格，后面都是4个空格，这样就补齐了。我们可以给它起个名字，在名字这边我们可以叫它电视或者是其他。然后把 IP 地址修改一下，修改成你的小米插座的 IP 地址。比如说我们要操作的第二个插座是126，然后下面这行 token 呢就是这一行了，我们需要把这一行 token copy 下来，然后把这行 token 改掉。粘贴进来之后，我们再回到网站。第5步，启用 HomeKit， 这一步很关键啊，就是我们要用 Siri 来控制它嘛，就要添加这样一句话。其实配置文件里很简单 ，HomeKit 冒号结束。大家注意这个 YAML 的文件前面这些补全一定要用，不要用 Tab 键补全，一定要用空格补全的话 ，YAML 文件才不会报错。那我们按 Ctrl+X，Y
回车，把这个文件存一下，然后我们用 cat 命令再看一下，没问题，这边都补全了。下面呢，我们重启一下 Home Assistant sudo system control restart HASS 回车。当我们修改了配置文件之后，调用了一些平台，它会自动的去上互联网下载一些 Home Assistant 需要的插件。如果这个时候你重启完之后，你回到网页，它并没有重新让你连接，而是这种打不开的界面。大家不要着急，因为它正在安装一些后台的依赖，只有这些依赖安装完毕之后，前台的这个页面才会返还给你。怎么能知道它正在安装什么，或者是装完没有呢？我们用 ps-ef 管道符 grep Python 3，这样回车之后呢，我们会看到一个进程的名字是这样的，这是 Home Assistant 的主进程。大家看 Python 正在安装一些其他的东西，后面的进程就是在安装一些其他的东西。我们刷新这些命令的时候会看到，这些命令如果消失了，后边的命令如果消失了，那证明它装完了。装完之后 Home Assistant 会启动。启动之后，我们才可以看到我们刚才配置的那些比如说 HomeKit 啊，还有我们刚才的小米插座啊，这些东西都是可以看到的。我们现在再刷新一下，还没有装完，给它一些时间。然后刚才我们米 IO Discover 这个界面就可以用 Ctrl+C 退出了，因为我的网络里只有2个小米插座，没有其他的小米设备。如果有的话，它会一一给你列出来。刷新一下，好，有一个已经安装完毕了，刚才有一个已经安装完毕了。那我们回来看一下，是不是可以打开了？还是不行，我们应该还需要再等一等。然后它这儿还在安装，并没有安装完成。大家看，它又在安装另一个，刚才那个已经安装完成了，现在它正在装一个其他的依赖包。那我们继续等。好，刚才那个装完了，现在又在装米 IO 0.4.5， 再给它一些时间。我们对 Home Assistant 的配置文件修改之后，就是会这样，它会安装一些东西，然后你以为Home Assistant 挂掉了，其实不是这样的。你有可能去喝一杯水，或者是去趟卫生间，回来之后呢，它就会好了。给它一些时间，大家耐心等待一下。然后这一步，它开始在安装 HomeKit。好了，大家看刷新这个进程的时候，没有发现 Python 其他的进程，只有 Python HASS 这个进程的话，我们的页面就应该能正常打开了。好，现在页面刷新之后呢，出现了一个刚才我们添加的开关在主页面。这个时候呢，我们就可以控制它开关，小米插座也会跟着去开关。然后呢，我们拿出我们的苹果手机来，打开苹果的家庭。打开家之后呢，我们回到网页看右上角的小铃铛，第一个我们可以忽略掉。第二个，我们看有一个叫 HomeKit Setup 的，我们这个时候点添加配件，在手机上点添加配件，然后选择我没有代码。这个时候呢，大家能看到一个附近的配件叫 Home Assistant， 然后我们点输入代码，下面有个输入代码，然后这个时候输入139，网页上出现的这个139开头这个代码139188890。然后我们点选 Home Assistant 这个图标，选择仍然添加。
大家看网页上的通知消失了，手机上显示已经成功添加。然后我们选择下一步，这个时候我们能看到已经识别出来一个插座，再下一步。然后这个 Commander 呢是用户名，我们点完成就可以了。大家看，在我们的家里边出现了一个开关。我们在手机上尝试把这个电源关掉，我现在点关，大家看网页也同步关掉了。我在手机上再把它打开，网页上也跟着同步开了。那么我反着测试一下，我在网页上点关，大家看手机上的图标也黑掉了。我在网页上再开，手机上也开了，而且同步的速度是非常的快。然后我们现在就可以用 Siri 来控制你这个小米插座了。大家是不是觉得这个很简单？如果大家喜欢我的视频，大家一定要记得订阅我的频道，并且打开小铃铛，这样呢你能收到及时的通知。感谢大家收看，本期节目就给大家介绍到这里，谢谢大家，再见。